放假第一天，正月里来是新年啊，初一是头一天啊，家家团圆对啊，少的老的拜年啊，人人脸上喜洋洋啊，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呀呀。上班第一天，哎呦我的妈！哎，咱们都知道外国人特别喜欢成龙大哥，但是究竟喜欢到啥程度呢？今天我给你们讲讲我老公见着演大哥出来以后哇哇哭，以及之后这些年他是怎么利用这张照片在英国东海岸说话越来越好使的故事。你们不要嫌弃这个镜头切换到了我的脸，这故事吧就得我来讲，因为他说明白。俺俩办完婚礼不是度了个小蜜月嘛，完度完蜜月回来的时候就飞到北京，就跟我就是以前在UCL读书时候这小姐妹就见了一面。然后这里头呢有一个我的同学就在北京的电影行业工作，叫默默。完我这默默姐来了以后呢，就给俺俩准备了一个红包，说的你婚礼没去成，红包现在补上吧。完我老公呢就开了一个玩笑，就跟默默姐说的，不给红包也可以，带我看一眼 Jack Chan。结果一个天真的玩笑崩偏了命运的轨道，两个新婚的三炮领略了真龙的风貌。我这默默姐说，那也可以，你等我看一下他在不在北京啊，在不在北京啊。几分钟以后人说的，走吧上车，正好大哥现在在招待朋友，我领你俩去见见他，新婚礼物嘛，你俩也不懂结婚。完在车里头呢，我老公就坐在这个默默旁边这个副驾驶的位置上，然后默默就问我，彩玲你老公没事吧，他怎么一直嘚瑟呢？我一看这家嘚瑟的，就给人家车前边的抽屉都给顶开了。但是我张彩玲当时的表现那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我呢当时相当淡定了，因为啥呢？我心眼多多呀，我压根就没信。我寻思吧，他可能给俺拉到哪个地方，完隔着好几十米啊，就搁这块的Jackie 我爱你，完事就让你闻闻，就飘着巨型味道的空气就完事了呗，还能让你摸呀？完我老公又来节目了，坐车要跳车，说自己着装太过休闲，要下车整套西服，要不然不好意思见 Jackie。我说你可消停搁这坐着吧，你跟大哥之间差的是一拳一脚一江湖，不差那套新西服，是一颦一笑一门派，不差那条新领带。然后默默姐就跟我说，你安抚一下你老公，大哥非常和蔼非常可爱，你告诉他不用这么紧张。完事夜色中呢，汽车就驶入了一个酒店的停车场，完俺们就跟着这默默姐就是像做梦似的往里头走。就那一刻我也没相信我能近距离接触成龙大哥。完到了这楼层以后呢，俺们这几个女生就说想用一下洗手间，完我老公说我也要需要用洗手间，我要整理一下自己。咱也不知道他27根头发要咋整理，但这个楼层的女洗手间和男洗手间呢就各自南北不挨着，完他就朝走廊另一头就去了。完俺们几个用完洗手间出来呢，就你得理解我，就是我当时不是新婚吗？我就把我有老公的事给忘了，我就跟着默默姐，我乐颠的我就进到一个就是私人会所的一个屋里头去了。大门一开哈，我当时突然间觉得空气中有一种就是尖峰时刻的气息。虽然这屋里头就是人老多了，但是我一眼我就叨着大哥的身影了，穿身白。完事大哥就过来了，就特别热情的跟俺打招呼，完给俺领到里边找地方坐下，完坐下完还跟俺唠嗑。我这边搁这正激动呢，完默默问我，你老公呢？我说也完了，我给我老公拉厕所了。完这时候大哥也问我发生了什么，我说我还带个老公来的，让我拉洗手间了，没有事儿，让他搁那待着吧。完大哥说的别不能那样，咱们就给他叫进来。然后大哥又领着我又回到门口了。我老公当时呢就在门口站着呢，他已经找着这屋了，他就没敢敲门，就怕万一这成家搬门飞咬断魂呢。完在门口站溜人，保安以为他是撬脖的呢。然后这门一开，大哥从里边满面春风的走来，我老公是一点准备都没有。哎呦，当时那个情景哈，就是这边他来了，他带着笑容走来了，那边他废了，他一脸抽筋下跪了。这套钢铁直男的装备，秒变娇嫩欲滴的迷妹，什么自尊骄傲的瓷碎，都在虎胆龙威下报废。完这家大哥亲自给他领进来的，还给俺俩签的他新书，还跟我老公稍微唠了一会儿，就是他在美国拍戏时候的趣闻。完临走的时候呢，我老公就看着大哥身后有个成家班的动作指导，手里拿着根雪茄。完我这大胖媳妇就老不给我长脸了，眼睛直勾瞅人家雪茄。完大哥就问他，你在看什么？完我老公的损出，我看他手里有根雪茄，上边好像还写的龙。完大哥转头就说，来你过来把雪茄给他。完这动作指导哥哥就过来了，就把这雪茄给我老公了。哎呀妈，给他乐的。完大哥说的，你喜欢我给你装一盒。后来俺俩走的时候哈，就我老公左边是书，右边是雪茄，在走廊里头眼泪噼里啪啦掉。
我跟他认识这么多年，就从他求婚到结婚到后来孩子出生，我就没见过他掉一滴金豆。那家那天，我说：“哎呀，你居然落泪了！”我老公当时一抹眼泪。我刚才拿人家动作指导学家了，人家能吸我不？要不然咱俩走楼梯，从后门出去吧，从后门出去吧。后来俺俩回英国以后哈，就去过一个俺们朋友的爸妈家，完大厅里头就挂着一个就是我朋友他爸和英国一个市长的一个合照。我们一进屋，老头就给我们看嘛，就彰显老爷子在本土的这个地位吧。然后我老公这个倩呢，看完人合照之后整一个，真不错。我家也有一个合照，是我和 Jackie。老头 Jackie 谁呀？我老公 Jackie Chan。当时老头原地就啐了，跟我老公说：“那咱俩换呗，咱俩换呗。”从那以后哈，俺家来的所有客人，无论哪个大洲说哪种语言，进屋第一个反应都是哇 Jackie。完就都一顿跟墙贴脸。完走的时候一般都问我老公，啥时候我去中国来，给我也安排一下子呗。大胖媳妇最近变得特别虚荣，因为啥呢？她不是找到她的亲生爸爸了吗？他俩现在吧偶尔也说说话。然后他这个亲爸呢，我能理解，可能是有点补偿心理，总觉得亏欠他这个大胖儿子挺多，就老跟他说。爸爸当年走的时候啊，确实是身无分文，也没给你留啥。但是现在呢，我过得挺好。你要是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你要记住我在。大胖媳妇看完一点没感动，跟我说他啥意思啊？他现在过得挺好，我过得差呀。我可不想过得穷的时候找他求助，我只想过得好的时候跟他炫富，害我过得不好。我现在就想跟他嘚瑟，我现在有多幸福。但是呢，他这个亲爸远在加拿大，也没有咱们的社交软件，也不知道我是谁。我家呢这些房啊、车呀、这些大的硬件我还没买呢，所以他呢现在想炫耀，但没有抓头。直到昨天，他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发现有人在三里屯拍到了我的广告大屏，老气派了。人发了一张图，他心生一计，跟他亲爸开始约。哎，咱们明天打个视频电话呗。这么长时间一直都打字，咱这次打个视频。他爸说行。第二天，大胖媳妇下班直奔三里屯，查的时间表，听说大屏是7点钟准时有我，他6点多就去了，开始踩点走位，因为他想藏嘚瑟于无形，就他想要那种效果，就是松弛感炫耀。他设想的效果是这样的：一会儿他爸给他电话打过来，他呢从这个点开始走，哎，聊聊天气，聊聊身体，走到这儿，这时候就应该停到这个点位，然后这时候后边大屏幕啪嚓我就出现了，像一个巨星一样闪亮。这时候他呢漫不经心回头，然后云淡风轻地说：啊，哎，对了，这是我媳妇儿，她搁这儿呢，今天老有，我的爱人，她算是明星。结果啥都准备好了，掐着点7点钟跟他爸打个电话，正好走到他设计的点位，他知道下一秒屏幕要换，刚跟他爸说这是我媳妇儿，胡军出现了。他爸顿了一下，挤出一抹笑容说：哦，多棒的小伙子，爸爸祝福你，祝福你。他就搁那想，这个屏它是滚动的，我再跟我爸多唠一会儿，一会儿我媳妇就滚出来了。熬着他爸打电话不让挂，尬聊20多分钟，我也没滚出，给他气坏了，给我打电话问我你搁哪呢？7点半了，你咋还不滚出来呢？我说我那个就放3天，已经撤了。但是你说给我拍的多好看，那是因为啥呢？因为修丽可 AG 印霜，我用了老多瓶了，不止30%玻色因促成4大胶原，更抑制胶原糖化流失，紧致提升垮脸白白。搭配修丽可 AG 眼霜，玻色因加眼周肽强强联合，鱼尾纹都变淡了，早上用还很消肿。大胖媳妇非常沮丧，最后失望的回家了。回家的路上，哎，你说踏破铁鞋无觅处，我在公交站点，大胖媳妇没有爸可以炫耀，把出租车司机当亲爹待。哎，这是我老婆，你。大胖媳妇终于下车合了个影，作为证据。再打车的时候，上车就跟司机嘚瑟。这是我的媳妇，快点的，这不是。这个广告牌是这样的，我的广告旁边是大闸蟹的广告，人师傅都已经开走了，他一直跟那司机说话。他说：“哎，那牌上是我媳妇儿。”师傅只能从后车镜回头看了一眼。你媳妇谢霆锋啊？大胖媳妇说：“你看谢霆锋旁边是啥？旁边那个就是我媳妇儿。”师傅又看一眼，你媳妇大闸蟹咋的？大闸蟹咋的？平时大胖媳妇嘚瑟我都挺烦，但是那天晚上我还真特别希望我的照片能在三里屯大屏幕上出现，陪他打完这通电话。我了解他，我知道他平时大大咧咧，啥都不在乎，但是生命里一直渴望一个来自父亲的认可，而这句认可他一直缺失。我们很多人其实也一样，硬着头皮跌跌撞撞前行，可能都在弥补小时候没有听到的那句“孩子，我为你骄傲”。